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，从零开始学美发第3集。今天教学的是程式认识及发片提拉的技巧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个频道，先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上一集我教过大家怎么分区以及怎么拿梳子，大家练习好了吗？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层次的分类。我们层次总共有4大种，从零层次、低层次、中层次跟高层次。那层次的判断呢，最主要就是我们以整个头发去看最上面跟最下面它的落差。如果我从上面的头发放到下面来，跟下面是一样长的，那这样就是没有任何层次嘛，就是零层次。那如果我头发放下来，刚好最里面的头发露出一点点，这样我们就说低层次。那中层次呢，就是你头发它的落点刚好在中间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层次。那如果你上面的头发很像刺猬头那种很短，跟上面落差非常的远，这就是我们说的高层次。以上这就是4种层次的分辨。那这种4种层次可以组合出所有的发型，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包脖、低层次的包脖，或者是我们高层次的狼尾头。这些都是由层次堆叠所组合出来的，所以学习认知层次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每一种层次的提拉角度跟位置。那我们零层次的话，就是完全头发没有任何被抬高的高度，直接垂落下来，没有任何张力，直接平的剪过去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零层次，完全没有任何高度。那这种修剪的话，我们梳子基本上都是这样平压下来，直接做平行修剪，要用电推，要用平剪都可以，只有没有任何角度，它就是零层次。那低层次的运用呢，就是我们会有最基本的水平分线、平行提拉，提拉出来，手指头夹着的头发的高度，比如说这个角度45度角。这个角度90度角就是中层次，这个角度135度角就是高层次。所以我们手在提拉的位置就是我们决定今天层次的位置。接下来进行的就是角度的认识。我们以侧部来说，90度直角就是头发拉出来90度的位置，45度的位置大概往下45度，那135度就是从这里往上135度的位置。那我们在提拉的部分平行梳下来，用宽面，然后我们转成细的这一面，直接梳顺，手指头2只手指头夹着头发往下带，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就是45度角的提拉方式。那90度角怎么做呢？往中间的时候，我们梳子由内往外，把下面的高度往上带上来，带到90度的位置。手指头一样夹着，这2只手指头必须很稳定的夹着头发，这样你才不会跑掉，而去影响到这边的高度。所以你这样梳上来的时候，夹着头发，这样就呈现出90度的高度。那往外拉，做修剪。你会发现我这样修剪下去的时候，它头发的落点就会有高有低，这样就是一个中层次。那高层次呢，用细的这一边慢慢的往上梳，往上梳大家有没有看到下面的头发被往上梳了？这个就是高层次135度，因为刚刚90度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在梳的同时，这样往上提拉，手指头这样夹进去，然后往外拉。这样就是一个135度的高度，这样剪完它落下来，你会看到这边被拉的头发非常的多，对不对？这边就会比较少，制造出这里长，这里短，那放下的层次就会变得落差更大，就是我们说的高层次。好，以上这就是这4个层次的差异。我再重复一次，我们没有任何角度，没有任何张力，没有任何提拉，就是零层次。那往下45度就是低层次。往中间90度就是中层次，往上135度就是高层次。以上就是这4个层次的差别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发片提拉的练习。发片提拉，我建议大家先学放射型直立分线的提拉方式，因为是最常运用到的。好，我们先把2分区分起来。如果对分区不了解的话，可以去看我们第2集的分区教学。那2分区分完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
教大家低层次的直立分线，用宽梳直立分线。分线的话，它的技巧呢，就是我们手指头压在我们要的位置去做分线。如果不懂的，第2集有教到。那之后呢，我们把它转过来梳，头发由内往外梳，手指头夹着头发往下45度做修剪。那这个角度怎么看呢？我们从发根里面出来看，这是90度的高度，那我们往下45度，所以啊，左手去决定你的高度位置。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剪中层次，我就要往上提拉，但是呢，并不是你的左手动就好，你必须从梳子由内往外的时候就决定你要的高度了。比如说我今天要低层次，往下梳45度，定位去做修剪，这样就不会出现任何差错。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剪一个中层次，我可不可以将头发拉起来直接做修剪？这样是不行的，因为里面的张力其实没有很完整，所以啊，它头发会有长有短，会有凌乱感。你剪完，你就会发现会有长长短短不一样的头发在里面。所以啊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从里面梳一个中层次90度往外带，手指头一定要夹得紧紧的，这样啊，你这头发都呈现90度，你要剪的时候，你这样去放松去做修剪，它放下还是一个均等的90度的一个高度。所以大家记得，我们在剪发之前，你一定要梳子由里面往外梳顺出来，定点之后，这一只手夹紧，这只手一定要夹紧哦，夹紧之后，你再去换到你习惯的位置去做修剪，这样的话，它就不会有任何差错。所以大家要练习的话，怎么练习呢？看好。宽面，宽梳子，梳子的宽面，分线，分完之后，转换成细的，从内往外梳一次，来第2次准备夹着慢慢的带到你要的长度，定点之后做修剪。再看一次哦，宽梳做分线，再分线，好，区域化出来之后，细的。从里面往外梳出来，夹到你要的高度，定点做修剪，这样就是一个正确的发片提拉的手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层次认识及角度提拉，你学会了吗？我今天再重复一次，角度的话，从0层次、45度、90度跟135度，它会随着你提拉的位置而决定它头发上面的高度跟下面的高度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层次。那提拉的部分呢，左手夹的位置一定要稳定，梳子由内往外带出来是最重要的。最后就是练习了，该怎么练习呢？你可以直立分线，然后去稳定45度发片跟中层次跟高层次放射状去梳去夹过一次，这样就算1次的练习。那建议大家在剪发之前可以先做这样的3到5次的练习，练习完之后再去做修剪，你的稳定度就会越来越高了。今天分享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对于影片内所使用到的工具有兴趣的同学，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做订购。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一个赞。如果不想错过下一集教学，记得按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最后记得追踪我 IGFB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